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那10月份的黄金周又快要到了，有些朋友是不是已经按耐不住，想趁机会出国旅游一番，顺便去当地的爱马仕门店碰碰运气呢？那今天小马就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我去过或者了解过的世界上最热门的几个拿包圣地。那比如说像法国、美国，然后当然也有日本，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他们当中到底哪里更容易拿到包，哪里又容易吃闭门羹？那每个国家 SA 的风格又有什么不同呢？那首先我们就从大家最感兴趣的欧洲开始讲起。那因为爱马仕起源于欧洲，而且网上非常多的博主都分享自己在欧洲拿到心仪的包包，那所以很大一部分人都坚信在欧洲一定容易拿到包，甚至还能零配货拿到包。但这是真的吗？那小马想说，不要太过于相信网上的一些内容。那欧洲呢，也并不容易拿到包。那各位博主肯定都是拿到包才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喜悦的。那没拿到包的，甚至都懒得分享，对吧？而且呢，近几年欧洲越来越偏向于把包卖给有累计消费记录的顾客以及当地的人。那就算是当地人，很多的时候也要等个半年、1年才能拿到 BKC。而我们作为游客呢，想现场拿包就走人的话，这个成功率呢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你不能看网上有人说拿到包了就觉得欧洲是很容易拿包，其实成功的概率也是没有那么高的。那很多人呢一提到爱马仕，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去爱马仕的老家法国巴黎买。那不仅有可能直接零配货包走 BKC， 而且法国的爱马仕价格还比很多其他的国家要便宜个20%到30%。但是呢，在巴黎能不能买到，我们就先不说。事实上是，大家连踏进爱马仕包包区域的机会都很难能获得。那爱马仕呢，在巴黎的3家店，分别是福宝总店、乔治50大道店以及左岸店。他们的皮具区域都是要提前1天在网上填写表格进行预约的。预约后的当天晚上，爱马仕会通过邮件告诉你是否预约成功。那如果没有预约成功的话，那就算你当天去排队再久，也是进不去的。那每天呢，有多少人在跟你竞争这个名额呢？那据说高峰时期1天可以高达2万人申请预约。但是呢，3家店总共加起来也只会选取其中的100名客人，所以说预约成功的几率可以低至5%，难怪是约不上的。那有朋友就会问，那没去法国之前我可以提前预约吗？那等约上了，那我再定行程，那这个肯定也是不行的，因为只能提前1天提交预约申请，而且必须要在早上的10点至下午的7点之间提交，然后预约的结果要等晚上才能收到邮件的通知。如果你人不在法国的话，就算预约成功，也是很难在第2天赶上的。据小马所知，有2种方法可以增加你的预约成功几率。那第一呢，就是你把在巴黎的行程以及巴黎周边的行程安排的稍微长一点，然后每天呢都坚持预约。那我听说过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人呢在巴黎和周边的地区玩了10几天以上，那期间呢每天都坚持预约，然后在差不多10天左右，总算收到了预约成功的通知。那所以这样的做法呢，说不定让爱马仕看到你的热情和恒心，可能会因此提升你的入选的几率。那还有一种方法呢，是让酒店代约。如果你入住巴黎的一些顶级的5星级酒店，他们是可以帮忙约爱马仕店的，而且呢，据说成功率是还算挺高的。那毕竟呢，这类酒店的客人也是爱马仕的精准的客层嘛，所以是会有绿色通道的。那如果你这次的行程是抱着非要进一次巴黎爱马仕不可的心态，那可以考虑预约一家可以帮忙预约爱马仕的5星级酒店入住。那么巴黎到底容易拿到包吗？巴黎的3家店中，福宝总店我觉得是最有可能拿到 BKC 这种好包的。乔治50大道的旗舰店货也非常的齐全，就算拿不到 BKC 也有机会被 offer 不错的包款。而左岸店呢，可能由于比较新，所以感觉包不是很多，反正去过的朋友呢都说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拿到，服务还没有另外2家那么好，那只能悻悻而归了。那在巴黎买爱马仕有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大家说话都很坦白，可能是因为大家预约的就是皮具部门嘛，所以拿包的目的已经是摆在明面上了。那 SA 见到你后呢，会先跟你聊几句，那大家稍微互相认识一下，然后就直接问你想要什么包。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告诉对方，
只要店里有 SA 可能就会直接爆出包来给你。据说甚至是店里没有这个包的时候，如果刚好 SA 手上有 special 名额的话，也会 offer 给他觉得聊得来的客人。所以如果能约上巴黎门店的话，不妨坦诚的与 SA 聊一下，让对方明确知道你的需求，那看到你的真诚，这样说不定呢能交到好运。那有很多朋友去完法国也会顺路去一下意大利，那毕竟意大利也是买的圣地嘛，所以大家可能也对那边的爱马仕店抱了很大的希望。但很遗憾的是，小马说实话，我目前还真没有听说身边有哪个朋友在意大利能买到爱马仕的。那我有一位朋友呢，甚至在意大利一次性跑了6家爱马仕店，但是呢，他依然是除了生一肚子气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得到。那而且意大利呢，不像法国那样是预约制的，所以直接 walk in 的话是需要等待 SA 服务的。那他每次光等 SA 服务就得浪费差不多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算等到了 SA， 那当知道他是游客之后呢，那也会毫无例外的告诉他没有包，所以摆在外面的包呢都只是展示品，店里仓库现在是没有任何 BKC 和 mini 款的。其实他们不一定是没有包，但就是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他们会优先把包留给当地的人或者累积消费比较高的客人，而不愿意卖给旅游客。那我这位朋友呢，在佛罗伦萨店听说没有包之后，就想配货试试看有没有机会嘛。但这才发现店里连配货都没有什么选择，像崔利啊和马克杯啊这类基础款都是没有的，所以他费了半天劲，才好不容易挑出了差不多8000欧的配货，然后问 SA 有没有什么包可以跟这些商品一起购买的。如果有包的话呢，他愿意再多购买些其他的商品。那 SA 呢这下终于松了口，说去查一下库存。那过了一会儿呢，还真抱来一个橘色的箱子。那我朋友美滋滋的以为总算配上包了，但打开一看，发现居然只是一个 A 布领，而且是一个显得比较老气的颜色。那他心一下就凉了，那配了8000欧才爆出来这样一个 A 布领，感觉就像是把游客当冤大头一样。所以呢，在意大利其实就算你配货，也很不容易拿到好包。大家真的不要对那边期望太高。那小马个人经验呢，觉得欧洲值得碰碰运气的国家，除了法国之外，其实瑞士也是不错的。那比如日内瓦的爱马仕店，包呢是比较齐全的，而且 SA 也是非常坦白的类型。那店里有包或者没有包，他们基本都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所以如果 SA 说没有包的情况下，那你不用配货了，配了也不会给你拿包的。那另外呢，还有像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女王店，也是经常可以拿到令弟之类的还算不错的包款。葡萄牙里斯本的爱马仕店甚至能遇到金刚色的好包，那只要店里确实有，那 SA 也会给你报出来。那讲完欧洲，我们来讲讲另一个热门的拿包圣地，那就是美国。美国的夏威夷店、洛杉矶比弗利山庄店、纽约曼哈顿店、湾区店都还是比较容易拿包的，因为这几家店呢都是坐落在顶级富豪和世界各国游客密集的地方。那不仅呢客流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集中超级大客户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店里的好包呢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夏威夷店，可以说是几乎每次去都能有点收获，那可能或大或小。而且我本人呢以及认识的几个人都有拿到过 BKC， 配货的话呢差不多是 0.3到1这个区间。夏威夷这个配货比例相对于湾区来说其实算是很低了。那湾区呢虽然也是包不少的，但是可能那个区域多的是硅谷精英豪门贵妇，而且呢还都是住在附近的老客户，所以湾区店的配货也是比较卷的。那 BKC 的配货呢基本不会低于1比1的。那之前呢也有很多人问过小马，日本的爱马仕是不是很容易买？那是不是真的可以零配货拿到 BKC？ 那我的答案是确实可以零配货，而且每天都可能遇到零配货的包，但前提是你要愿意排队，而且运气要足够好。那像日本银座爱马仕旗舰店，每天都可能放出1到3只零配货就能拿走的包，那其中 BKC 呢经常出现，但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包款。但即使是 BKC， 也有可能 offer 的尺寸是35厘米以上的大尺寸，或者比较冷门的颜色。那每天早上门店开门后，
排队排在最前面的客人可以优先选择是否买零配的包，那如果放弃的话呢，再依次往后面轮。所以可想而知，大家都想排在最前面的位置嘛，于是就会发现上午11点才开门的银座爱马仕门店，基本在早上7、8点就开始排队了，甚至有人还会请黄牛从凌晨4、5点就开始排队。所以想拿到零配的包是非常考验运气和排队耐心的。但小马呢，在这里分享一个小经验，银座店除了早上会开门放出包之外，有时候还会在临闭店的时候 offer Birkin 和 Kelly 这样的好包。所以如果你早上没有办法来排队的话，不妨等到晚上闭店前再去排队试试看。很多出国买爱马仕的朋友肯定是不会错过机场免税店的爱马仕的。那机场的爱马仕，小马也是去过几家的，那感觉这里的 SA 呢，普遍会直白一些，会直接告诉你有没有包以及要配多少货。那可能是因为都是赶飞机的客人嘛，所以没有空慢慢的去猜测。但也由于不是长期稳定的客人，所以有些机场爱马仕的套路呢，也可能会更深一些。那比如说法国戴高乐机场会忽悠不太懂行的客人用高额的配货买一些非常冷门的颜色，或者呢原本就不需要配货的包款。但是呢，如果在买爱马仕的游客比较少的国家，这种情况就会好很多。比如非洲国家的机场，即使零配都有机会拿走 BKC。那好了，以上的分享就是小马了解到的信息以及一些个人经历的感受。但是逛爱马仕店肯定还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就算是我们去了同一家店，大家每个人的体验和运气都可能是不一样的。只希望小马的分享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参考。提前预祝大家假期愉快，顺利拿包。欢迎订阅我的视频，关注小马，我们下期见。